有美军军官表示，即便美军因为击落气球而被中国嘲笑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美军航母已经开进了南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沸沸扬扬的流浪气球事件并未结束，在无端击落中国民用飞行器之后，美国军方在其后的一周接连对美国、加拿大本土附近的气球大开杀戒，出动战斗机数架次，发射3发空空导弹，再次击落3个民用气球，甚至连盟友的民用气球也难逃一劫。美国方面杯弓蛇影的举动引起国内简中互联网的嘲讽，有网友表示，美军这是患上了恐惧气球的应激障碍创伤后遗症，只怕以后一见到民用高空气球都将迫不及待地派遣战机出击拦截。美国的政治正确已经魔怔了，对于简中互联网上的嘲讽，明显有人破防了。美军前陆军军官伊斯特伍德在近日发文称，中国媒体嘲笑拜登政府用战斗机对付一个间谍气球和其他不明飞行物的一天后，美国的双航母战斗群已经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这是对中国的警告。目前在南海附近，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和闪电航母马金岛打击群正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尼米兹号航母从春节假期结束后便从南海西侧进入，依托菲律宾向东北航行，如今仍旧在南海地区进行活动。目前尼米兹号航母由3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全程护卫，而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是美国海军的闪电航母。这艘2栖攻击舰和美利坚号一样完成了改装，可以搭载20架以上的 F-35B 隐形战机，是美国海军航母的补充。马金岛号航母和美国海军陆战队13远征部队一同行动，还有一艘2栖运输船安克雷奇号伴随其中。美军官表示，美国海军的演习就是为了维护航行自由，美军必须与合作伙伴互动，以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目前因为美方的过激行为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波动，美国军方一方面企图向中方通报情况，一方面却在南海地区继续谋划大型的军事演习，并且其第7舰队的官方通报稿上还明确表示，美军舰队将通过现有的战斗力威慑潜在对手，明显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无耻做法。当然，美舰在南海的演习主要有2个目的，分别是搅乱南海局势和向国内展示美军对于中国的强硬形象。首先，美军在南海的活动开始增加，尤其是积极加强其军事存在。大家都知道，自从2016年南海仲裁案之后，美方对于南海局势的干涉能力大大下降，而后菲律宾总统换届，杜特尔特政府大力发展对华关系，越南当局同样如此，美国的影响力受到一定削弱。但是从2022年开始后，美国不断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同时和菲律宾新一届政府班子签订军事协议，菲律宾再次向美军开启4个新的军事基地，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美军正在积极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力量。未来预计美国方面会进一步采取手段，让菲律宾政府支持其大规模驻军。如果美军能够在菲律宾部署海空部队，对中国而言是不可忽视的隐患。其次，民主党政府也想通过在南海地区举行军演，壮大其国内宣传舆论，向国内展示一个不畏强权的民主政府。初期中国民用气球过境美国时，并没有在其国内引起多么大的影响，直到后期被美媒和共和党刻意炒作后，中国民用气球就成了所谓的高空间谍。拜登政府也被国内的反对派舆论批评为对中国太过于软弱和退让。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便下令美军对周边气球连续大开杀戒，短短1周便击落4个高空气球，同时在南海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向国内民众展示其对华强硬的一面。当然，拜登的做法和美国内部的反华派一样，对于中美关系毫无任何帮助，只会恶化中美关系。通过他们的举动，
只会使中美误判与互不信任的因素大幅度增加。中美关系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政府若不能妥善处理，那么中美关系只会继续下滑，这其中带来的风险则是不可预测的。